欢迎收看第10517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继续做中共认知战人物录这个系列第4集了。今天呢，我们会聚焦在中共在认知战上的某一种策略，因为我们知道认知战是非常复杂的，你不可能只是简单的找一些人去歌颂中共或者讲好中国故事，或者呢找一群人去唱衰美国、唱衰日本，甚至唱衰西方民主制度啊，这一切你做的太表面化了啊，太明显了啊，是会起到反效果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一个群体啊，有很多这样的人。那这些人你可以认为他们是非常优秀的自媒体人，拥有非常高超的自媒体技术啊，所以他们在做中共认知战的时候真的可以达到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系列我必须得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去深究那个背后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人物和中共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主动的收了钱的，领了任务再去做呢，还是被动的，他的认知水平就是这样，他也被其他人洗脑，结果无形之中等于替中共做了背书，配合了中共的认知战。就这个背后的原因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看到的就是实际的效果是助长了中共认知战的一个扩散的面积影响到了首先从他的粉丝开始。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的这种技巧给大家揭露出来。因为呢，这些人之间也在形成矩阵他们互相在互相的推荐互相的推流互相的甚至打掩护。那我们今天呢就聚焦在一个人物上把他当成突破口给大家分析清楚。谁呢？就是这个叫艾森的人。大家看他在推特上呢有56000多的粉丝。那么右上角这是他的油管截图现在有12万的订阅者。右下角大家看这有3期他的节目最下面这个就是他最近最火的一期节目，讲美国的斩杀线。那么他还做了一期讲中国斩杀线。那我们今天就以他讲美国斩杀线这期节目为主详细分析，因为很多人在推荐他这期节目，那就说明在华语世界很多人甚至有些大 V 都没有意识到他这期节目的问题在哪里。首先我们看他的特点，这个艾森他非常擅长把复杂的系统讲成观众听得懂的模型，他拥有很好的表达能力。那么他的第二个绝招呢，是把一些个别行业或者地区的极端案例，它可以包装成是系统设计的宿命。那么观众呢，在他的这种推导之下会变成非常的犬儒以及绝望。那么第三个呢，中共就最喜欢就是这种了你把自由社会讲成无解地狱的这种理性叙事。好，我们来详细看看他是具体怎么做。他在美国斩杀线这期节目里我们先分析他的手法。右边的截图是他节目里的截图。一开始他首先讲了一个这种油管系统的石油系统的一个斩杀线，等于是用一个专业隐喻来开场他的节目，等于就给观众一个他是硬核理工人硬核理工男硬核理工脑，给大家这么一个信任感。那潜台词就是我不是在这儿做情绪输出的我是理工男，我是懂系统的人，我先给你讲一个系统你看在各个这种工业系统里也有斩杀线的这种概念，然后再把这个概念投射到社会机制里。那这样的效果就是在他节目之后的所有的论证，因为之前讲了系统嘛
就都变成了一种系统必然。所以观众你是从一开始从这个专业角度听他去分析，你就无法抽身出来去反思了啊！就在他这40多分钟的节目过程中。好，我们来分析他的第二个手法。他在节目中呢会使用大量的像 .debuff 啊、血条归零啊、封号、会员资格等等这种词汇啊，都是游戏词汇，是吧？他去进行这种游戏化的比喻，实际上就是把像所谓的美国斩杀线这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呢，就变成了你观众啊，你实际经历过的。因为大部分他的那些观众都玩游戏嘛，他讲的游戏中的这些啊，你玩着玩着你血量不够啦，血条归零了，这个对于这些观众来讲是可视化的恐惧，等于他在这儿建立了一个类比，然后把你个人的生活呢变成了一种可量化的损耗模型。大家看旁边的截图啊，他说人即耗材啊，生物电池等等，做了很多这样的比喻。他在干什么呢？就是制造一种持续的焦虑。好，第三个手法，他在节目中呢不断的强调，就是在美国你没有降级选项，等于他就把美国设定成了一种，就是你要么全额订阅，要么你就被踢出这个系统啊，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二元世界，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所以他在引导他的观众在心理上走向一个结论，就是这个系统啊，美国这个系统不是坏人造成的，而是它原本的设计就是如此，所以呢无解啊。他在节目的结尾啊，还会给大家讲啊，你要增加容错率啊等等的这些话，就是这是什么？这是在做什么呢？是为了让观众觉得啊，我不是单纯的在煽动你们仇美啊，我不是在煽动这个你们啊去觉得美国很烂啊，我不是在刻意的抹黑美国，我做这个节目是为什么呢？我是在教你如何自保。他等于在这儿做了一个道德升华啊，那这就是他的整套润物细无声的手法。那我们接着来做具体的案例剖析啊。他在他这个节目里提到了一个 RealPage 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我不在今天节目里展开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这些背景信息去查。但是我想说呢，其实美国司法部在2024年就已经就这个 RealPage 提起了诉讼。什么意思啊？就是艾森在这里是把一个争议极大的一个行业做法，就是在那个特定行业的一个极端的事情啊，美国司法部也提起诉讼啊，也在纠偏，但是呢，他在他节目里这些他不讲，他直接就结论性的升级成了说这是美国租赁市场整体机制已经失效了，以此来印证他这个美国斩杀线的这一套理论。好，我们接着具体案例剖析2，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数据啊，那些数据都是真的，然后以此来证明说在美国买房难，对吧？这个确实是事实啊，这些案例这些数据都是真的，但是呢，他进一步推导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年轻人被强制锁定终身租户，这个就只是属于情绪化的确定性结论了。这个是如果你想得出这个结论，你还需要有更多的确切的数据去支撑，但它没有，因为你还要得具体的看你的地区啊、政策啊、利率周期、家庭结构、移民情况等等很多很复杂，但它都没有再分析了。好，具体案例剖析3啊，他说啊，举了个例子说这个啊人欠税啊，房子就被拿走了啊，剩余的也不退等等，这个事情，美国最高法院在2023年已经判定是有违宪征收的部分，但是呢，艾森在这里刻意的让观众忽略，忽略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案例啊，其实在判决之后还是会被挑战、被纠偏、被修改的。就是美国的制度并非是一个静止不变的黑箱，这个其实是一个负责任的自媒体需要告诉他的观众啊，但是我们看艾森在这里是没有这样去做。好，我们讲的更深入一点，
那整个这些手法和他这些节目做出来，究竟是如何做到配合中共认知战的呢？那首先让观众形成一种潜台词，就是中国再差也能活，美国你只要一掉线就得死，这个美国斩杀线，对吧？他还做了一期中国斩杀线，其实就讲了这么一个底层的他想表达的逻辑。但是他没有讲的关于中国的另一面，比如户籍、基层执法、失业与社保断裂、寻衅滋事式的这种社会控制、言论与组织空间的收缩等等，这些他都没有讲。那么美国的另一面，他也有很多都是刻意没有讲的。那比如说他有破产制度，有失业保险，有医疗补助，有他的公益组织网络、工会与诉讼纠偏能力等等，这些他也都没有讲。我们接着看他是如何配合中共认知战的啊。那么他就把这个自由社会呢，描绘成了一种精致的、可计算的、无情的剥削机器，把民主自由打成空洞词。那么长期听他节目的观众啊，一旦接受了这种无解的感觉，就更容易对现实政治选择变得非常犬儒。因为没有办法艾森教你的这是从最初这个系统设计上就是无解的美国的社会就是这么无解的你能做的就是保命。所以他就把整个的公共讨论，哪怕是讨论美国他就完全拖回到了中共最舒服的一个地带。什么地带呢？中共最舒服的地带就是强者崇拜，胜者正义，谁就赢者为王嘛谁赢谁代表正义，反抗是没用的大家你们就只能苟且偷生。就是大家都是大概这样认知的时候，中共是最舒服的，最好统治的。那这个和艾森的节目的基本论调是高度一致。我们接着看他是如何配合的第三部分，他就把反共呢，从这个道德与权利的问题降格为消费选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很多人反共因为他的节目很多是做给这个海外的中文圈也有翻墙出来的。那么翻墙出来的人其实也就成为了海外中文圈的一部分了他们是最有可能觉醒的，对吧？但是翻墙出来之后，你看了艾森这类人的节目之后，你就会忘了，那你最开始反共是为了什么呢？你是为了有更好的生活，挣更多的钱，过得更奢华吗？不是的。你反共，无论在墙内还是润出来，是因为在道德上，在一些人的基本权利上，中共越界了，中共把中国人的这些权利剥夺了，反共是为了争取这些权利，是为了换回这些道德。但是在这些人的节目里，最终你会发现他把这些东西都降格为是一种消费选择，就是你到底在哪边活着更爽呢？你是在美国活得爽还是在中国活得爽？他会给你各种数据比较各种案例比较。那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那如果你在外国活得不如中国或者就是双方都很糟糕，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你还反什么共呢？为什么要反呢？你就在中国活着呗，就继续接受中共的统治呗，这个是它的底层逻辑。所以把价值观变成了可计算打折的商品，代价是什么？就是让人失去了道德立场的这根脊梁。我们再用他另外一期节目给大家详细分析他的这个伎俩就是也是最近的关于中国军演那么他去分析台湾的一些前景的这一期节目也有7万多人观看。好，那么他在这期节目里首先他是做了这种零预警羞辱，这个并不是分析战况或者分析台湾的前景其实他是在做一种
羞辱式的恐吓啊，就是对台湾内部啊进行一种心理瓦解，就是会让人觉得呢，不行，台湾不行这种慢慢就变成一种习得性无助。那么这个主要是影响海外的中文圈。什么目的？就是告诉你们啊，平时你看到的关于台湾的军事准备啊，台湾的一些现状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民进党在骗你们。他们就想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好，第二个方面，他的节目特色啊，他会用各种专业性术语，很多这个型号吧，那个批次这个角度那个什么什么一堆的专业术语数字，制造一种信息密度。那么制造信息密度是为了伪装一种可信度，因为你增加细节嘛这样观众听起来好像像铁证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是他的手法。但实际上呢，全是推测。你以为你听到的是事实是证据，但实际上只是他的推测堆叠在一起，然后摆在你面前，伪装成了事实证据。这就是为了完成一种不可逆的错觉就是让人觉得中共对台湾的这个动手台湾其实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只是差别就是具体哪天动手而已。那么久而久之，如果能影响很多台湾人看到这个节目，或者海外中文圈形成这个共识，就认为你台湾必输必输无疑，那就会开始这种自我合理化的投降了吧或者犬儒，或者台湾人自己内部的内斗，会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有呢，还有这样的招数，他在这个节目里反复强调这些词什么海警、海关、反走私、环保检查会以这样的理由去封锁。实际上表面上好像他是不是有一点好心在提醒台湾，或者只是非常中立客观的我分析就是这些事儿，但是他反复的强调用这些词，实际上他是为了让观众形成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呢？就是中共这是披着执法外衣的，仿佛这就不是侵略了，就是让侵略看起来像是一种理性治理。这种话术当然是中共认知战要去做的，反复的说有利于自己的词汇措辞。好，我们再看第四部分他在这个节目里说97%的能源依赖海运说台湾什么2周电网就崩了有熄灯时刻等等。其实明明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复杂的韧性的我们知道你遇到这样能源短缺的时候，那台湾自己有自己的调度能力有援助，对吧？以及国际上的反制，有很多这方面的韧性，但他全部删掉，不说他只保留了一条直线，就是他节目的逻辑，就是你看中共会封锁，然后断气、停电，然后台湾社会就崩溃了非登陆还没登陆呢就崩溃了，等于是用这种能源倒计时来制造群体恐慌，与这个宣传这个投降论。他这个手法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一个单一因果链的叙述但是他的很多观众他不了解这种叙事手法就是说其实艾森并不是在做预测。大家记住了，表面上装的是我在做一个预测一旦打起来会发生什么什么，好像是在做预测，但其实他是在诱导一个结论。他并不是说我直接告诉你结论是什么，这样观众就有警惕性了。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用诱导式的方式在你心里种下这个结论。你也可以理解他这种手法刚才我分析的所有这些手法，他都是在侮辱观众的智商。好，还有一点，他在这个节目最后所谓的这个群组散布投降论，对吧？说这个台湾的这些有一些后备干部泄密什么的，这些就是典型的认知战素材了。
就是我不需要证明我说的这些个案例是普遍存在的，我不需要证明，我只说这么几个例子，就可以让观众以为台湾的人心已经散了。你看看，你后备干部都泄密了，你看看很多人都散布这个投降论，他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认知战了，拿着这个认知战的这个素材，这个素材都不用他自己编写，拿来就可以直接投放，是双向危害。一方面危害是对台湾人，就是让一些看了这个节目的台湾人啊，接受这个说法，台湾人互相彼此不信任，制造这种内斗裂痕。那么另一个危害就是在海外中文圈也是形成某一种结论，一种共识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台湾自己都不想抵抗了，有这么多台湾人心思都已经变了，那就统一吧，等等。实际上他就在导向这样的一个结论。好，我们现在再分析一下，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爱看艾森呢？对吧？他粉丝涨得很快，前2天宣布自己突破了10万粉丝，现在就12万，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翻墙出来啊，或者有一些在海外的华人啊，他看这些油管节目，他不是在找真相，而是找一种心理止痛药。就他可能过去是个小粉红，或者过去觉得中国很强大，然后现在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了，他会觉得那是不是我的认知出了问题呢？那么当他看到艾森这样的节目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种心理的按摩，就是这些人其实是在潜移默化的告诉你啊，你没错啊，你没错，然后你就听我这个节目，我会把你带到过去你熟悉的这种强者叙事，你又舒服了。你原来是不安的，你现在发现，哎，有这么一个10几万或几十万、100万的订阅量的大 V， 跟我看法一样，我心安理得了，对吧？那么还有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爱看他呢？因为我说了，他其实是一个算是很优秀的自媒体人，对吧？他会包装数据、模型、专业术语、大量的细节，把这些东西全都打包在一起配上这些动画、动图制作的非常精良的一期节目。然后，而且呢，他本身在说这些话题的时候，他是用一种低情绪的语气，不是很情绪化的，充满着这个理工科男的一种冷静的数据分析的角度，他就会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就是这个人一定是在讲事实的，比那些喊口号的人可靠。因为你看他没有什么情绪化表达，他很理智，而且他摆出了那么多的数据，那么多的细节还制作了这些模型去类比，帮助我们理解，所以这个人一定讲的是事实，他很可靠。但这就是他的操控术。一句话给他点透，他的操控术的本质就是把局部事实然后定性成一种宿命结论。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但是实际上最后你会这么去跟着他这么去想。那么好，我们知道在这个网络上不只有艾森一个人是这么干的有很多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就说此类的中共认知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一，让你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但其实你只是在用他给你的框架去思考，他给了你这个拐杖，你甩不掉的，你以为你在自己走但是这个都已经能走到哪里，能走多快，能走多远多宽广都已经决定了。还有呢，就是你去听艾森，包括和他类似的他们这个矩阵内的其他的这些自媒体这些频道，他们会在一起去帮你建立一种赢学的坐标系。它会让你觉得中国没有那么糟糕，而美国、西方世界或者同样也很糟糕中国甚至有可能能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成瘾，培养你
塑造你的认知，让你成瘾，然后你自己会去寻找类似的内容，就像要激起你的这个多巴胺一样，你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这种爽快的感觉，快感、满足感，你还不停的填充。你光看艾森的节目已经不够了，你还要去看跟他类似的这些矩阵的节目，那这个就是中共认知战想达到的目的。好，最后我们来说说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给大家2条建议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你不要只看第一层啊，以后遇到像这个艾森这类的节目呢，你不要说只看说他给你的，告诉你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时间点，你就去比对这个时间点对吗？他说的对，然后你就相信他，这就看的是第一层，看的是表面。你不要只看那个时间点对吗？他给你的这个数据对吗？你去网上一查，这个对%多少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这个逻辑对吗？你这个看得太浅显了。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往深层去看，这就是要调动你的独立思考。你不能懒你不能那么信任他，你要往深层去看，就是他有哪些事实没讲，他是讲了很多的事实，这些事实可能都是真的，但是他没讲的是什么？你要去想，你要去找，以及呢，他在给你讲这些事实的时候，他用什么顺序在排列这些素材？这个你要思考，你不能直接接受他的这个顺序，这也很重要。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他怎么去罗列这个因果关系链？但这很有可能是错的，故意设计的，坑你的。当然，最重要的，他做这些事儿，最终他是为了把观众推向哪个结论呢？我们就从结果论上来说，这个结论是不是中共最想要的？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想呢，今天呢，就是用艾森这个例子给大家做这么一个分析，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共认知战的广度、深度、惨烈度其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你的想象，也绝对超出我的想象。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系列，为什么我要跟他们每一个人死磕，就是我们不能够让中共得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的战场。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